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很多朋友都会在家里面炸一些酥肉。那么在炸酥肉的时候到底是加面粉还是淀粉好多人都搞不清楚。今天就教大家最正宗的做法，保证能炸出来的酥肉吃起来外酥内嫩不回软，一次就能成功。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块五花肉，炸酥肉最好选择肥瘦相间的肉，瘦肉太多的话吃起来口感发柴。带一点肥肉吃起来会更香。把它切成1厘米左右的厚片，这里喜欢吃瘦一点的可以选择前腿肉，吃起来口感更嫩一些。当然也可以用鸡胸肉来做，选择肉类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就行了。再切成条，尽量切均匀一些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在炸的时候受热更均匀，更容易熟。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盆中。接下来准备1颗大葱，对半切开，再切成4瓣，最后切成葱花。切好后和肉条放在一起。准备半块生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小丁。切好后放入盆中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10几粒花椒，花椒是小酥肉的灵魂，这里最好不要加花椒粉，这样在炸的时候容易炸糊。1勺生抽提色，1勺蚝油，1勺料酒去腥。用手多抓拌一会儿，使肉条吸出所有调料的味道，这样肉条更容易入味，炸出来的酥肉才会更加好吃。抓拌均匀后放入半勺淀粉，这样可以锁住水分，使炸好的酥肉吃起来更加的嫩。先放一旁腌上30分钟，这样酥肉会更加的入味好吃。接下来碗中打入3个鸡蛋，将蛋黄分离出来，这里我们只需要蛋清，不要蛋黄。加蛋清很容易泡发，把它裹在肉的外面的时候可以保护好肉的口感与营养，使炸出来的酥肉吃起来比较酥脆，而且放凉了也不会回软。这也是炸酥肉特别关键的一步。然后往蛋清里面加入100克红薯淀粉，先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有的朋友炸酥肉一般都是加面粉，那样炸出来的酥肉吃起来比较硬。加入红薯淀粉粘性大，耐高温，炸起来不会脱糊，炸出来的酥肉会更加酥脆，吃起来口感更好，并且凉了也不会回软。然后在蛋清里面加入1勺白醋去腥，1勺食盐入点底味，再次搅拌均匀。这里要记住不能加水，如果觉得太干的话就加点啤酒，这样炸出的酥肉即使凉了也是嘎嘣脆。把它调成像这种粘稠的淀粉糊就可以了。然后将调好的淀粉糊倒入猪肉里面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每一块猪肉都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。再加1勺食用油，加油能使炸好的酥肉更加蓬松酥脆，并且不会脱浆。肉条在下锅的时候也容易散开，不容易粘连。加1勺酱油，增加一点颜色。再次搅拌均匀。像这样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多倒一点食用油。油温烧至5成热，插一双筷子，周围迅速起小泡泡，说明油温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转中火，再将裹好糊的肉条放进去。这里一定要贴着油面放，防止油溅起来伤到手。肉条也可以分次炸，放入太多炸不匀称。刚下锅的时候不用乱动。
炸至定型后，用筷子不停地翻动，使酥肉受热均匀。这个过程一定不要偷懒。大约炸5分钟左右，这个时候酥肉基本上已经熟了，颜色也已经变成了微黄色。先控油捞出来，装入盘中，再把其他的全部炸好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然后把残渣捞出来，将油温升至70%热，再把所有炸好的酥肉都倒进去，再复炸一遍，这样酥肉吃起来会更加的酥脆。一定要勤翻动，防止炸糊了。复炸速度要快，不能油温低，速度慢，否则复炸就没有效果，还会大量吸油。炸10多秒钟就可以了。看到酥肉变色时，立马控油捞出来，装入盘中。这道美味的小酥肉就做好了。用这个方法炸出来的酥肉，就算放凉了也不会回燃。不管是直接吃还是吃火锅炖菜都非常的好吃，吃起来外酥里嫩，越吃越香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喜欢吃辣的可以撒上一些辣椒面，吃起来真的是太爽口了。我们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，放入冰箱冷冻起来，想吃的时候随吃随取，特别的方便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把鸡蛋打进绞肉机里，瞬间变成一道好吃的美食。很多人都没见过这种做法，也没吃过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，保证您吃一次就会喜欢上它，好看又好吃。过年招待客人也倍有面子。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在绞肉机里面打入7个鸡蛋。鸡蛋的数量也可以根据家里的人口数来准备。盖上盖子，把鸡蛋打碎，打个7、8下就可以了。这样打的比筷子打的均匀，而且非常快。准备一个好看的小碗，在里面加入半勺食盐，少许料酒去腥，2颗碱面，倒入半碗温水，用筷子搅拌划开。加入食盐具有快速凝固蛋白质的作用，能使鸡蛋快速的定型。然后将盐碱水倒入鸡蛋液中，盖上盖子，再次搅拌几下，打至蛋液变成苹果汁的颜色就可以了。这样做出的鸡蛋才会更加的细腻嫩滑。准备一个好看的盘子，在里面倒入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然后准备一个漏网，把打好的鸡蛋液过滤到盘子里，过滤出里边结块的鸡蛋和小泡泡，这样做出来的鸡蛋不会有蜂窝，口感特别的滑嫩。用勺子把上面的小泡泡撇干净。处理好以后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。现在水已经烧开了，将蒸笼放上来，再将鸡蛋羹放进来，上面扣一个盘子，防止水蒸气滴入。盖上盖子，开中小火蒸15分钟就可以。这里千万不能开大火，那样会使鸡蛋受热不均匀，导致鸡蛋散花不成形。这个时间调个料汁，准备一个红椒，先切成细丝，再改刀切成小碎丁。切好后放入碗中，一把大蒜也切成小碎丁。切好后和红椒放在一起，2颗小葱切成葱花，切好后放入碗中，在里面加入1勺辣椒面，不喜欢吃辣的也可以不放，半勺孜然粉，少许椒盐，1勺白芝麻，浇上热油，激发出香味儿，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然后调一下味儿，在里面加入1勺生抽，半勺食盐，少许白糖提鲜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
像这样我们的料汁就调好了，闻着好香呀。倒入小一点的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个时候我们的鸡蛋也蒸好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。哇，颜色特别的漂亮。稍微放凉后用刮刀在边缘划上一圈，然后倒扣在案板上，给它切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里边像凉粉一样，非常的漂亮，弹性也非常的好。然后改刀切上1厘米左右的厚片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切好之后摆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吃的时候我们蘸着这个料汁，酸辣爽口又开胃，口感好，比较有韧性，吃起来有点口口弹弹的，特别的下酒下饭。鸡蛋别总是煮着吃或者是炒着吃了，试试这个方法，味道真的是非常独特，特别好吃。来客人的时候端上这么一盘，也特别有面子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